是去司买的多肉补光灯，结果多肉还是徒长，到底哪里没做对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带你掌握多肉补光灯的高效利用秘籍，请出我的小助手魔光家的佛罗拉魔法棒。佛罗拉是古罗马神话里面花神的意思。补光灯上这样的叫聚光灯珠，聚光灯珠可以让光线更聚集，让补光灯用更低的瓦数获得更高的照度，它的高效照射范围可能会变小。灯台式的补光灯要匹配花架的长度，而不是看瓦数，长短不匹配，不是浪费电，就是有肉照不到光。安装补光灯，我们还需要考虑高度和有效宽度。专业补光灯厂家都有实测数据，我们实测一下距离20厘米能不能达到这个数据。灯的正下方20厘米没有其他光源干扰的情况下，照度能达到18000，偏离正下方10公分左右，这一侧照度有15000，另一侧的照度只有12000。这么看来，实测的数据没有比官方的数据差。多肉照了灯还徒长，多半是下面这几个问题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1. 光照时长，4万 lux 的阳光下需要6个小时不徒长，2万 lux 的补光灯下需要8个小时不徒长。不在补光灯的 CV 可能需要更多的光照时长。2. 灯挂得太高，补光灯跟肉的距离直接导致了它能照到肉上的光照到底有多少。灯挂得越高，照到肉上的光自然也就越少了。3. 其他光源，阳台就算没有直射光，它的散射光也有8000 lux 左右。相同的补光灯在阳台配合散射光，肯定优于纯室内只有补光灯的效果。多肉补光灯还想知道什么？快来提问吧！后续还有其他补光灯测评。你的多肉都养成绿色蔬菜了，粉粉嫩嫩果冻色的多肉你是见都没见过。要不要试试多肉上色黑科技多肉补光灯呢？就不怕是智商税？多肉补光灯真的能让多肉上色吗？12年多肉老司机，一个视频给你讲清楚。补光灯的本质是补光，补充那些照不到、照不够的光。它又不是什么阿拉丁神灯，照了立马就上色，全是扯淡。多肉上色的核心要素，你先要知道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1. 充足的光照。多肉上色的本质就是在强光下，花青素出来充当叶绿素的保护伞。你看到多肉呈现的粉色、紫色，就是花青素上岗了呀。2. 合理控养。生长期的多肉或者根系比较弱的多肉，很难呈现出非常艳丽的颜色，哪怕上色，它也会先出现红加绿的猪肝色。只有合理的浇水节奏稳定了之后，多肉的叶绿素生长被抑制，才能真正呈现五颜六色的多肉。3. 低温温差。同样是15度的温差，夜间20度，白天35度，你的多肉只会又绿又白。当夜间5度，白天20度的时候，你的多肉就会开始上色了。切记，温差的重点是低温要够低，只有夜间的温度够低，它的呼吸作用被抑制，白天的温度又温暖，同时伴有充足的光照，这时候它的花青素才会越来越多，多肉的颜色才会越来越艳丽啊！这跟哈密瓜变甜是一样的道理啊！多肉想要上色，充足的光照、合理的控水、低温温差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多肉补光灯只能保证其中的光照环节，另外2个环节如果跟不上的话，你的多肉想上色也非常难。降温啦，你的多肉上色了没有？夏天来了，还想疯狂买多肉，一看波波间每个多肉都秀色可餐。又听说多肉度夏难，夏天到底能不能买多肉？买了怎么养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教你不当大冤种。天气都30多度了，你离开空调房都受不了，还要让肉肉去你家受苦啊？什么？一定要买？那行，下面我说的你可要记好了。多肉能不能度夏，就靠这些，你先牢牢记住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第1，避开夏必死的品种，茎叶、绿蝶、小红衣、熊童子，山地玫瑰，还有圆滚滚。第2，要求卖家带盆土发货，别休耕，别换盆，到手第一件事防黑土的药滋打一下。第3，前7天不晒太阳，不浇水，发现多肉开始反绿了，说明它没有进入休眠状态，就可以跟其他多肉一样正常养护了。第4，别寄养，商家提供夏天免费寄养服务才是最大的坑。你花了钱买了肉，看不见摸不着，解不了心头的相思，天天勾着你看直播，你猜怎么着？除了让你继续花钱也没啥了，等到秋天才发现家里根本放不下了，又或者当时的心头好，
现在发现已经不爱了。最后听我一句劝，大夏天的咱能不买就不买。肉肉虽然价格不高，也是你费心费力满怀期待把它接回家的吧。好好善待手里养着的肉肉吧。评论区留下你们夏天的肉坚强。你买到的美丽多肉居然是药紧，都说药紧多肉养不活，12年养肉经验，一个视频告诉你药紧多肉的续命大法。药紧的本质是药物破坏了多肉合成叶绿素的能力，所以药紧多肉养到后面白色的紧就越养越多。通常药紧多肉的紧都出现在植物的顶端或者是叶心，那是不是我把白色的去掉就万事大吉啦？下面说个扎心的真相，药不是因为打在叶心才出现发白的紧化的，药物是通过整株植物的吸收之后，最后从新长出的叶子来表现出叶绿素被破坏的迹象。所以呢，当绿色的叶子被消耗完，只剩下白色紧化的叶片的时候，没有叶绿素，多肉的生命就走到了终点。那买到了药紧多肉只能扔垃圾桶吗？下面告诉你买到了药紧多肉到底该怎么养护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首先，药紧多肉是不能晒太阳的，带紧的叶片一晒太阳就会晒伤掉落。第二，药紧多肉也不能频繁的浇水，一定要等到它的叶片皱巴巴了再给它浇水。浇完水记得尽快吹干土哦。带盆发货的药紧多肉你就别换盆了，因为休耕换盆会消耗大量的绿叶子，会缩短药紧多肉的寿命。很明显，在顶端出紧的可以选择砍头，砍头到杆子和叶片都是健康的绿色，记得要给杆子留着叶片哦，光秃秃的杆子存活率可不太高。砍头不是为了砍掉药物，而是为了刺激多肉发侧芽，能够多长一些绿叶出来，保命啊！最重要的就是药紧多肉不是真的一定会死哦，有不少药紧多肉都会自己长出新的绿叶，这是它自己完成了自我救赎。新手养多肉难免会上当的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千万别给自己气坏了哟。你的药紧多肉现在怎么样啦？快发来评论区看看吧。一到夏天，你的多肉团建是嗝屁，烟的烟，黑的黑，烂的烂。多肉到了夏天到底该怎么浇水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2分钟给你讲清楚。说好的夏季断水保命，你照做了，结果多肉还是团灭。任何一种一刀切的无脑养护方式都只会送走你的多肉。南方梅雨季为南天，多肉死亡率特别的高。温暖潮湿你虽然不喜欢，可是镰刀菌可喜欢了。镰刀菌就是多肉黑腐化水的元凶。你发现了吧？多肉度夏难，难在控湿难，常常挂在嘴边说夏季控水，控水到底该怎么控？下面说的价值10箱娃哈哈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一、控量，夏季浇水不能贪多，夏天给多肉浇水的目的不是让它喝饱，而是让毛细根续命。这次浇水的量要在下一个高温来之前完全干透，这样才最安全。2、控方法，叶心流水立马吹掉，否则容易晒伤。夏季浇水用盆底蘸水法，1/4到1/2的盆放入水中几秒钟即可，让盆底的毛细根保持活性。3、控时间，你记得看天气预报，明天的温度相对较低，今晚也在30度以下，天黑2小时之后就可以浇水了，留足够的时间让它干透。4、控频率，相比其他季节，夏季多肉浇水的规律性反而较差，眼瞅的后面就是漫长的3伏天了，今夜又特别凉快。虽然上周刚浇过水，但是这么好的机会也不要错过呀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夏季浇水宁缺毋滥呐，实在拿不准的时候就别浇。室内养多肉实在舍不得开空调，浇完水好歹给吹下风扇吧。我替肉肉谢谢你了。夏季如何给多肉浇水，你学会了吗？快来评论区提问吧。介壳虫、化水、黑斑、掉叶子，心心念念盼到手的多肉一开箱就翻车，多肉开箱的惨剧到底如何收场？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3招帮你解决。首先，第一时间拍照拍视频找商家售后呀。多肉不用退，你就想试试这些多肉到底该怎么拯救？快来看看该怎么做。第一招识别。多肉开箱第一时间检查叶片缝隙、杆子和根系，最难发现的便是介壳虫，白色的是成虫，黑色的是幼虫，黏糊糊拉丝的是它们的小房子，经常藏在叶片中间，很难发现啊！处理不好，把家里的肉肉也一起遭殃。黑斑、化水、掉叶子都是很容易观察到的。第2招，杀菌杀虫。介壳虫我们可以直接徒手抓走，务必每一个叶片的缝隙都挨个检查。活体的介壳虫用高锰酸钾是杀不死的，我们用75%的酒精喷洒，肉眼可见的它就失去了生命力。就这么办，用一样的方法把整颗多肉上的介壳虫都干掉。化水长
黑斑的叶片通通摘掉，端上一锅清水，加入火锅底料，不是，是高锰酸钾，然后开始涮肉。30分钟后取出，放到通风良好处晾干。晾干后检查没有问题，就可以正常休耕上盆了。第3招观察曾经有虫有病的多肉，记得单独养护2个月，重点观察它们的发展情况。如果问题都没有进一步发展，我们就可以跟大部队一起正常养护了。叶片化水的多肉，如果在后续几天还继续有叶片化水，可以试试砍头能不能救一个顶盖。如果叶片没有再继续化水，你又获得一颗好肉哦。最后来欣赏一下黄先生多肉植物家美美的大桃蛋吧。还有什么开箱问题，快来问吧。多肉上盆后还没发根就先发霉了，该怎么办？多肉养护答疑第8期，多肉迟迟不发根，拿起来一看还发霉了，是温湿度的问题吗？12年养肉老司机给你讲清楚多肉发霉的原因和对策。最扎心的是，你可能认错了霉菌和根毛。没错，这些刚发出来毛茸茸的像羽毛一样的，它不一定是霉菌，它其实是叫根毛。它是多肉根系喝水的小嘴巴哦。根毛属于消耗品，平时土壤干燥的时候就会消耗殆尽，当你一瓢水浇上去，它又会长出新的根毛。个别多肉发霉，那是多肉的问题。如果同时有多个多肉都出现这样的问题，你可要认真检查一下你的养护环境哦。随着气温的降低，水蒸发的速度反而变慢了，夜间再遇上霜降，晚上的时候虽然温度不高，但是湿度可能不低哦。你要是有个温湿度计，就一目了然了。湿度高于70%，要么去开窗，要么风扇开起来。霉菌正常情况下对多肉植物的伤害很小，它们的主要食物是腐根、腐叶，所以要及时清理掉腐根、腐叶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。网上购买的泥炭土或者颗粒土并不是干透的状态，你收到货后一直密封保存，你就会发现袋子上出现了许多水汽。通常这点湿度无伤大雅，但不过如果最近阴雨绵绵，你家里通风环境又不好，尽量把土晾干了再上盆。上盆的时候看着灌幅不大，一旦喝上水了，多肉的叶片会舒展开，挡住了盆口，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通风效果，可以下掉一圈叶片，增加空气的流动性。乔伊斯有问必答，戳这里你想问的全都有。你看人家的多肉整洁又美丽，你的多肉总是灰扑扑的，原来关键在铺面石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2分钟告诉你如何选对铺面石，美丽又实用，颜值极正义呀！铺上一层整齐的小石子，质感瞬间提高了。最直观的面子工程，光好看就可以了吗？铺面石的作用可不只是好看哦，用好铺面事半功倍。浇水进盆的时候，土壤经常乱飞乱飘，有够重的铺面石紧紧的压住土壤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麻烦啦。小黑杯最爱在潮湿的土壤里面产卵，铺面石一铺，直接给产房给它封死，
这样一来减少虫害可省心太多了。铺面石还可以隔离叶片和土壤，夏季可以减少土壤里的湿气对叶片的灼烧，冬季还可以减少霜冻。美丽又实用的铺面石到底该怎么选？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，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先说尺寸，以麦饭石为例，直观的感受一下多大盆搭配多大的铺面石合适。首先看一下2到4毫米麦饭石搭配3.5到9厘米的塑料盆，然后是3.5毫米麦饭石搭配7厘米和9厘米的花盆。最后总结一下，7厘米以下的花盆用2到4毫米，7厘米以上的花盆选3到5毫米。另外建议大家选择这种粉尘较少、硬度较高的麦饭石，不然铺面的美观效果没达到，搞得一鼻子都是灰。除了常见的麦饭石，还有赤玉土、黑金沙等各种不同材质的铺面石可选哦。它们除了颜值不同，功能上也有一些不一样。这边给大家总结了一张表格，这几款铺面石的优缺点都罗列在这里啦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自己的铺面石吧。快来说说哪一款是你最中意的铺面石？多肉的叶片到底喜欢插进土里还是放在土上？42天的叶插实验，让你2分钟学会多肉叶插。湿润组土一直保持湿润，干透浇水。下面我们来快速统计一下叶插发根发芽的情况。干燥组浇水间隔7天以上。多肉喜欢的叶插方式你看出来了吗？我来给你总结一下，价值10个拉布布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从发根率来看，无论是潮土还是干土，插进土里还是放在土面，最终都会发根。发芽率来看，有湿度的土发芽率遥遥领先，在土下的生长点反而比裸露的生长点发芽率更高，芽点在土中的化水率略高，潮土却没有比干土更容易化水。多肉叶片生长点浅埋，至少接触土壤，保持土壤湿润，根系尽快喝上水，让叶片快速进入生长期，发芽就会更快。叶片化水无法100%避免，调整心理预期，不要过度担心哦。多肉叶插你学会了吗？快来评论区提问吧。